有很多长寿老人介绍自己长寿经验时都会提到按摩耳朵，比如每天早上提拉耳垂，正如每个细胞都包含人体全部的基因信息一样，一个耳朵也反映了人的全身情况，人身各处都能在耳朵上找到对应点，这就是耳穴。而平时按摩耳部也就能起到增强对应部位功能的作用。耳穴与人体是如何对应的呢？法国人诺吉尔提出胚胎倒置学说，也就是说，这种对应关系是倒置的。耳朵就像一个蜷缩在胎盘里的小婴儿一般，我们可以针对自己需要改善的部位进行按摩。而中医认为肾的功能可反映于耳，肾精充足，则耳聪目明。老年人机能减退，肾精不足，常常听力下降，按摩双耳可增强肾的机能。中医认为，耳是肾的外部表现，耳尖者肾坚，耳薄不坚者肾脆，耳廓较长，耳垂组织丰满，在一定程度上是肾气肾精的一种真相。因为耳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，它和全身经络及五脏六腑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简单生活，健康养生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哦。你知道吗？按揉耳朵能畅通气血，我们的每只耳朵上分布着91个穴位，全身器官组织在这里都有特定反射区，当躯体有病变时，往往会在耳朵相应部位反映出来。相传乾隆养生的方法之一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搓耳朵，每天坚持按摩耳朵10分钟，有利于五脏六腑及全身的气血循环，气血通畅了，病痛就少了。内经上曾说，耳者，宗脉之所居之地，耳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，12经脉皆通过于耳，它和全身经络及五脏六腑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另外，中医认为，肾藏精，开窍于耳，耳是肾的外部表现，因此经常按摩双耳，能疏通经络，运行气血，调理脏腑，可以起到减轻耳聋耳鸣症状、健肾壮腰、养生延年的作用。正常人耳朵红润而有光泽，这是先天肾精充足的表现。耳朵干枯没有光泽，可能是由于机体肾精不足。耳朵颜色淡白者，常表现为怕冷恶风，手脚冰凉。耳朵红肿者，多是上火的表现，常见于肝胆火旺或湿热。耳廓干枯焦黑，多发于传染病后期或糖尿病。耳朵的某些局部呈点状或片状红晕、暗红、暗灰等，则有可能是胃炎、胃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表现。时常对耳朵施以柔和正确的按摩，搓、擦、提、压、捏、捻等手法均可，强度要适当，只要长期坚持，不仅能调节气血，还可以防病、保健、美容。人体各器官组织在耳廓上都有相应的刺激点，一旦器官组织发生病变，耳上的某个特定部位，中医称之为穴位，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和反应。因此，当刺激某个耳穴时，就可以诊断和治疗体内相应部位的疾病。下面是按摩耳朵来健肾的小方法。拎耳屏，双手合指放在耳屏内侧后，用食指、拇指提拉耳屏，自内向外提拉，手法由轻到重，牵拉的力量以不痛为限，每次3到5分钟。此法可治疗头痛、头昏、神经衰弱、耳鸣等疾病。扫外耳，以双手把耳朵由后向前扫，这时会听到擦擦声，每次20下，每日数次。只要长期坚持，必能强肾健身。拔双耳，两食指伸直，分别深入两耳孔，旋转180度，反复3次后立即拔出。耳中啪啪鸣响，一般拔3到6次。此法可使听觉灵敏，并有健脑之功。鸣天鼓，两掌分别紧贴于耳部，掌心将耳孔盖严，用拇指和小指固定，其余3指一起或分指交错叩击头后枕骨部及脑户、风府、哑门穴，耳中咚咚鸣响如击鼓。该方法有提神醒脑、宁眩聪耳之功效，不仅可作为日常养生保健之法，而且对中老年人常见的耳鸣、眩晕、失眠、头痛、神经衰弱等病有良好疗效。摩耳轮，以食指贴耳廓内层，
拇指贴耳廓外层，不分凹凸高低处，相对捏揉。如果发觉痛点或结带不舒服处，表示对应的器官或肢体有病变的可能，适度多捏揉可治病。日久，痛点消失，说明局部病变有好转。此法不拘变数，做2到5分钟，以耳部感到发热为止。耳轮处主要有颈椎、腰椎、胸椎、腰骶椎、肩、肘等穴的反应区。此法有健脑、强肾、聪耳、明目之功，可防治阳痿、尿频、便秘、腰腿痛、颈椎病、心慌、胸闷、头痛、头昏等疾病。按耳窝，先按腰外耳道开口边的凹陷处，此部位有心、肺、气管、三焦等穴，按压15到20下，直至此处明显发热、发烫，然后再按压上边凹陷处，此部位有脾、胃、肝、胆、大肠、小肠、肾、膀胱等穴，同样来回摩擦按压15到20次。贴耳尖，用左手绕过头顶、目、食指捏耳上部，先揉捏此处，然后再往上提灸，直至该处充血发热，每次15到20次。同样用右手绕过头顶、目、食指捏耳上部，先揉捏此处，然后再往上提灸，直至该处充血发热，每次15到20次。此处的穴位有神门、盆腔、内外生殖器、足部、踝、膝、胯关节以及肝阳穴、风溪穴等。拉耳垂，用左右手的拇、食指同时按摩耳垂，先将耳垂揉捏、搓热，然后再向下拉耳垂15到20次，使之发热发烫。耳垂处的穴位有头、额、眼、舌、牙、面颊等穴。推耳后，用2手中指指面分别置于两耳后，沿翳风、去脉、耳壳后、颅溪上下来回各推擦20到30次，治局部皮肤发热，具有滋肾养肝、降低血压的作用。仰摩全耳，双手掌心摩擦发热后，向后按摩耳正面，再向前反折按摩背面，反复按摩5到6次。此法可疏通经络，对肾脏及全身脏器均有保健作用。以上方法每次可以全用，也可有选择的运用几种。摩耳后最好配以干梳头，用食指干梳头，可以刺激头部的经络，增加脑部的血液循环，降低血压，可有效的治疗和预防脑动脉硬化、脑血栓的发生。每次手梳头的次数不应少于30到40次。此影片仅限于居家养生参考，不能代替医生诊断及治疗。关注简单生活，把健康养生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到最新的养生妙招。